在下南宫春水，是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这个臭老头子，亏我还担心你这么久。读书人，唐门处理门内之事，非唐门中人，还请暂且退避。你们还不走？舅舅，这就是我同你说的，在唐门外被掳走的人，自己人。原来是你的自己人啊！你的这个朋友若是能够被别人掳走，那掳走他的人，大概就是天下第一了吧？行了，来了就不要废话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可都看好了。唐明皇，老太爷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么大的动静，就算是睡成死猪，也该活了吧？给我住嘴！你敢不敬？自在气下，地上无敌。人间不够，天上逍遥。连入两境，竟然直接从金刚禅境到逍遥天境，此人真乃高手。他又何止是个高手？我看温前辈和这位唐门掌事好像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，可我们为什么丝毫没有感觉？因为此人对内力的控制太过精准，以至于同一空间内，他想要压制谁便可压制谁。他究竟是谁？老头，怎么样？需要我再抬抬吗？行吧，现在用你们最强最狠的毒，一起来杀我吧！可不要留手哦，不然我可是会杀了你们的。老头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东君、小仙仙，还有唐门的这位小莲月，你们可都看好了，练功10年，不如仙人斗法一瞬。万树飞花，这是传闻中，万树飞花出，天地间便无路可退，无处可躲，必死无疑。坏神通，果然是佛门中人。道家绝学灵虚步，这究竟是什么人，能够同时精通佛门和道家2门绝学？进千华，不染尘。让爱人最后头，此去少年游，谁料春风却不知深秋。
金刚不坏神通虽然号称天下无敌，但凡是外门武功都有罩门。你们唐门有一种暗器，可破一切罩门。破了他的罩门又如何？以他的境界，几根针杀不死他。因为我有三字经。好，我信你。暴雨梨花针。 出必见血，空回不祥，集中之极，暗器之王。毒死你呀！求人得人，才算不负此生。老头，就差你了。 天下间再也找不出比这更毒的毒了。27颗暴雨梨花针，还带着温家的三字经，在你的气血中四处乱走，连带着你刚吞下的那些毒一起发作。我再给你一记仙人福鼎，你就可以往生去了。那就有劳你了。 你不会后悔了吧？不会想杀我吧？都说大境逍遥，寸手摸天，你就这么放弃了？你要是后悔了，要杀就杀我一个，不要连累唐门。哎呀，啰嗦！师傅。 小白脸，你疯了吗？你现在上去会被他的内力震得五脏俱毁的。大境逍遥，寸手摸天，不见众生，不见天地。很多人只记得前半句，却忘了这样的人，最后眼里就只剩下自己了。 蓬莱见民谣持物，不见人间有仙灵。小莫一，许久不见。你师傅清风道人呢？师傅已经先去，先生为何忽入神游，来此逍遥？哎，不过想念老友，想来此见见，没想到先走一步了。何谓先走？我是来道别的。 不过我说的走，不是走，是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世间最远之地，莫过于蓬莱。先生要去哪儿？要来蓬莱告别。要去一个女子的心里。我收了很多很多徒弟，我非常喜欢他们。倘若有一天他们能够来到这里， 还是想请你请他们喝上一杯，就记在我账上。可先生不是已经告别了吗？这样的告别，难道不是此生不见吗？所以说这账我还不上的。这世上死账坏账这么多，还不允许我赖一半。
兼究无绝色，悦目是佳人。许久不见了。你是谁？在下南宫春水，是你的相公。滚！人间已是大雪平，此地仍吹春日风。你是他？怎么我一说我是你的相公，你就会想到他？你难不成在你心里，你的相公就是他？脾气还是这么的不好，我们还会再见的，娘子。师傅，快醒醒啊！放心吧，他没死。你到底对我师傅做了什么？呆子，还没看明白吗？这是唐老太爷和李先生联手做的局。局？没错，是他特意找的我，让我帮他做的这场局。唐门传承至今已有300多年了，也算得上是江湖上顶尖的门派之一。若是帮了你这个忙，老爷子，这可就没意思了。你说我不如去拜访一下雷家堡，我有一个徒弟，也姓雷，我很喜欢他，爱屋及乌。不如我去拔一拔雷家堡，拔到个武林盟主的地位，你看如何呀？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哎，坐。这几百年了，唐门还是一个样子，不提到姓雷的，就压根儿意识不到这问题的严重性。真是相爱相杀呀！来，喝茶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李先生为何是这般少年模样？有意思，有意思呀！药王像是知道些什么。上古有大春者，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。我知道一门武功，就叫大春，它是绝技江湖的门派，逍遥御风门的绝技秘法。而修得此功，要以药石为引，倾一门之力培养。而修炼之人，必是那百年不遇的绝世奇才。此功练成后，30年返老还童一次。哎，可这些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只是听说呀。没想到今日，原来世间真有此奇功，能长生不老。那不知李先生此番目的究竟是为何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这是要谢功。谢功？谢功？李长生这次来找我，
主要是想让我帮他卸去这身大春神通。可惜凭我一己之力无法帮他这个忙，我就想借试毒大会，通过奇毒先窃取他逍遥御风门的药石之术，再由他自己自行卸去这身神通。他还特地安排了这场比试，不管是旁观的人，还是比试之人，经此之后，在武道方面定有所长进，算是他的报答了。可他为何要谢功？连月呀，看来你还是年轻。人在活着的时候，个个惜命短，可若真是给了你8000年岁月，你能耐得住这无涯寂寞吗？你爱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去，只留下你自己。胡说！哎呦，师傅，哎呀，舒服呀！哈哈，重新介绍一下，在下南宫春水，是一位儒雅的读书人。诸位，就先送到这里吧。此行惊起如此风波，只为我一己私利，还望唐老太爷莫要见怪啊！我的徒弟们以后都会名扬天下，而你会是他们有力的竞争者。他们有你，三生不灭啊！怎么，你是算命的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还算过2年。2个小崽子，我们走吧。2个？莫非司空长风？先生何事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问问你，愿不愿意当我南宫春水的徒弟？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快答应啊！臭小子，还不答应了？他收你做徒弟是好事。你我之约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以后我算你半个师傅。多谢师傅。好，我愿意。还不跪下？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好，以后你就是我南宫春水的徒弟。快起来吧，我的小师弟。哎，百里同学，严格意义来说，你是李先生的徒弟，别占我便宜。我不管，你就是。哎呀，好了，2位该动身了。好，我去先吧。我等了太久，不愿再等了。我们飞过去。老太爷，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儿？到时候把我们的马车送过去，车里还有几罐好酒。我倒是觉得可以再添几坛你们唐门的醉红尘进去。就这么定了。走了。等等，师傅。2位舅舅，我先走了，代我向家人问好。走了，照顾好自己。放心吧，啰嗦。走。
师傅，你别忘了还有饮食纸。可我怎么感觉你前途凶险呢？哎，管好你自己吧。哎呀，徒弟们怎么有点紧张呢？我们这就到了。师傅，我们不是要去雪月城吗？怎么这上面写着下关？这座城啊，以前叫做大长河，虽然名字里有一个大字，但实际上它很小很小。此地地处偏僻，风景优美，与世无争。后来来了4个绝世之人，于此隐居，却又阴差阳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，这座城也就越来越大，最后分成了上下2城，一为上关，二为下关。下关风，上关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。后来人们就把这上下2关统称为雪月城。我刚才说的这4位绝世之人当中，唯有一名剑仙有一脉后代留下，人们就推举这位后代成为了这雪月城的城主，到现在是一名女子。这名女子喜穿红色，眉心一点朱砂，面容绝世，剑法通天。她就是我的心上人，我每天做梦都能梦到她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太喜欢她了。师傅，你可是真紧张啊！什么？人一紧张就容易话多呀。师傅，您都活了快200岁了，还是不能免俗啊！哎，去。哎，有人来了。别紧张，自己人。你究竟是谁？洛姑娘，好久不见，失礼了。在下南宫春水。我怎么不记得我认识一个叫南宫春水的人呢？那是因为我们见面时，我还不叫这个名字。果然是你！你还来做什么？师傅，他就是你说的心上人，怎么感觉一点也不待见你啊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跟洛姑娘那可是两情相悦，一见就私定终生了的。呸！你个浪荡子负心汉！洛姑娘这么多年不见，脾气还是一样的火爆。你是天下第一，我杀不了你，但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了，滚！城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说了那样的话，还能若无其事的回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到现在才回来？尹世子，金清华，帮我保管好啊。师傅，你当年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儿啊？其实吧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我想着两人既然已经定了终身，那总得坦诚相待吧。于是我就把我练过大春宫一事告诉了他，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
他说我之前一共有过几任妻子。那先生是怎么回答的？我当然说3个了。像我这种洁身自好的人，一世当然只能有1个妻子，绝不可能多。那我知道为何洛姑娘说先生是浪荡子了。一世只有1任妻子，听起来倒是没什么问题啊，是吧？是啊。啊。那百里师叔的意思是，活得越久就可以爱得越多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不是在说师傅的事儿吗？怎么会突然指向我？哦，对，在聊我的事儿呢。哦。哎，你们女人家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虽然以先生的立场来看，每换一个身份就是一世，每结一次亲呢，那就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是在我看来，无论岁月多么漫长，只要你还是你，归根结底就只有一世，只有我才是对你而言最独一无二的那个。你遇到我，方知心动的滋味。师傅，那你说完以后，他怎么说的？我说完之后，他面色有些不好看，但是也没有立刻发作。他又问了我第2个问题。什么？哎呀，他说，定然是在我之后，你还会有几任妻子？不错，不错。果然，天下女人千回百转的思维，大体都是相同的。哎，小徒孙，你别老是替他跟我置气啊！你倒是问问你这2位师叔，换作是他们，该如何作答呀？百里师叔，你觉得呢？换我会说，下辈子我还没有想过，但这辈子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你。司空师叔，那你呢？要我呀，我就说，在你之前，我一直认为感情不过是相伴一时的东西，一人死了便是结束。但遇见你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感情可以跨越时间的界限。所以经你之后，我再无其他爱人，再无妻子。至于几十年之后，不过是换个女子，再说一遍同样的话罢了。我这活了180多年，算是白活了。啊，我该叫你一声师傅呀！哎，不妥。师傅，那你最后到底是怎么回答他的？哎呀，我那天也喝了不少，有点醉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，我哪算得过来呀？登天阁，这是什么？雪月城登天阁一共16层，每一层都有1位高手镇守。越往上，这把守的高手啊就越厉害，尤其是最上面那几层，都是江湖中传说级的高手，功力高深莫测。只有闯过那最高层，方能一眼窥雪月。这么厉害？是啊，不过也没什么，因为我就是传说本身。
怎么又是你啊？以前老城主让你来拦我，现在少城主也让你来拦我。我倒想问你，怎么又是你呀？10年未见，你怎么变年轻了？哼，因为我是仙人嘛。嗯。师傅这铁头功可真是厉害啊，屡试不爽啊！墨水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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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曾经你说，相对于武夫，你更喜欢学堂书生，于是我便执掌了学堂。这天下人见我呀，都要尊称一声学堂李先生。可是李先生已死，这一世的我叫南宫春水，这一世我要做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曾经，你问过我一个问题。但是那时的我回答错了，现在的我要重新回答一遍。我，南宫春水，这一世往后，就只有你一个妻子。曾经的我以为，男情女爱不过只是一时的，一方死了，也就结束了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感情是可以穿越时间界限的。所以你是打算等过几十年后，把这话换个女子再说一遍吗？司空长风，老手啊！我哪知道我随口一说就猜到所有情节了。当然不会，因为我就只有这一生了。这一生，我只与你共度，仅此一生，便是一世。远方出现，燕雀节节穿林间。这夜云烟风落，但梦还未绝。原是良辰好景万千，独行飞满沧海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大春宫我散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跟常人一样，生老病死，一生一世。一生一世是让你这么用的吗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可以这么用啊。真是个傻子。不会，又要赶我走吧？所有人都羡慕的长生不死，你就这么不要了？其实我当年不过就是一时气话，我并非让你真的散去这一身大春的。我知道。你还是重新练起来吧。这大春宫啊，散了就散了，练不回来了。再说了，我这师傅、门派什么的都没了，也没人能帮我练回来。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这么做让我心中有愧，你这是在报复我。哎呦，我没有。不过春熙之柔的烛光明灭，与此火焰将就的那你这么做，
不会后悔吗？不会啊。你想，我都活了180多年了，直到遇见了你，我才发现自己其实还是那个少年。少年人做事本就该冲动，所以此生我不悔。那就不悔。这就是书上最愿写的，人们最愿看到的。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为了一个女子，放弃长生不死，也只有书里才会写的故事了。不过，有情人终成眷属后，就不管我们了。你笑什么呀？笑你啊！笑我？我答应与你同行，就这么开心啊？当然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人生的第一等钥匙，也是我成为南宫春水的唯一意义。对了，那个与你一起来的那3个人是谁啊？那2个少年人是我的徒弟，那个小姑娘是柳月的徒弟，也是我的徒孙。那不打算把他们接进城吗？哎呀，接什么接呀？碍眼，他们想要进城，就让他们凭自己的本事进，正好也让他们适应适应没有我的日子。哎，不如让你的登天阁好好招待招待他们。站住！有拜帖吗？没有。没有拜帖，进仙登阁。若我不走登天阁，执意要从你这儿走呢？走登天阁要打16个人，麻烦。更何况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若从你这儿走，打你一个就够了。有道理啊，那就打吧。看来你们想直接打我，也可以。不过这打登天阁，打得赢就进，打不赢还可以走。打我可没这么斯文的规矩。要么打完我躺着，要么被我打趴，丢出去。哼，2位，这人要打趴我们，那就如他所愿。打趴他，有意思。城主有令。城主有令，2位公子需打过16层才能入城。怎么是16层？寻常不是10层就可以放行了吗？
我也不知。对了，命令说了，这位姑娘志不在吾，可直接入城。如此，那百里师叔、司空师叔，加油！你们两个小儿，便是刚才那人的徒弟啊？怎么，可是要闯阁？你上还是我上啊？你先吧。一般厉害的人，不都最后上吗？要点脸！说话别太嚣张了呀！好快的剑！真是见了鬼了！那2层我来。晚辈叶鼎之，求见刀仙燕凌霞。你来找我复仇？并非如此，晚辈是想求刀仙赐诏。见过前辈。你来找我赐诏？是。为何？我想练魔仙剑，习剑想要有成，我有3法：挑战剑客、绝境打磨、高手赐诏。我时间不多，前2者又太费时间，所以我想请前辈赐诏。你和你师父还真是如出一辙。站在男爵武林的立场，我并不支持你练魔仙剑。我知道，我还知道，前辈也心知。为何男爵高手众多，我唯独来找你赐诏？你很聪明，也很能洞悉人心，不错。我确实对你师父心怀有愧。虽然这件事是鼎之卑鄙了，但我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。